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我们今天呢，这个年终有没有哈？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他要来好好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年度当中全台湾、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件大事。热烈欢迎劳动部长洪申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申翰今天是上任部长之后的第一场专访，对，很紧张吗？其实也不是紧张，但是确实是第一场专访就可以。这是一定要的啦，当然是要第一场给我啊。好啦，我们进入主题啦。在这个下半年，其实全台湾都在关注劳动部。是。劳动部这个霸凌案，我有一些疑问啦。就是说，这个案子出来之后，曾经有过第一版的调查报告。那第一版的调查报告呢，大家全社会更炸锅，所以有了第二版的这个调查报告。那在第一版跟第二版当中，有发现什么样子的新事证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用讳言啊。其实我之所以会来到劳动部这边来担任部长的工作，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也就是这个无薪公务员霸凌的事件，然后在第一次的调查的过程里面，当然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批评啊，所以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才会有我被行政院征询来的这件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当时宣布我就任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说请不用恭喜我。然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需要该恭喜的事情，因为这真的是来自于一个悲剧，所以才有一个我自己工作上面的这样一个转折。那在我上任以后，当然我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要重启这个无薪公务员轻生的事件的调查。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一直跟家属保持沟通跟互动。我这边可以透露这个事情。其实家属在这个无薪公务员的家属，其实他们当然还是很悲痛，可是他们其实一直跟我说，其实他们要的不多，他们只是希望给他们一个真相。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真相，然后不然他们心里面真的过不去。对，所以我说家属很悲痛，可是其实他们也很理性。那所以我其实到我在我部里面一上任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有重启的这个重启调查的委员会。那我当时其实这次委员会里面，当然我就说我直接就是委员会的召集人。那不用说别的，我一定是要为这一份重启调查报告的内容来做负责。那我也不会逃避责任，甚至我很直接的就跟委员会说，我想社会现在没有办法再接受我们再给一份冷冰冰的报告了。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坦白说，我们一直在想的是家属。我认为要给家属一个真诚的交代。是我们在做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我认为包括每一个委员心里面其实一直惦记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一次调查报告重启的调查报告里面，后来大家也一致的，因为里面也有外部的委员，有很多专家学者，其实大家有默契跟共识是说，我们要更从被压迫的无薪公务员的角度，去还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之前谢宜荣的就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当然讲说目的良善，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觉得这好像比较像是从一个去从谢宜荣的角度同理谢宜荣谢前分署长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可是我们认为，其实你更该从被压迫者，或者是就像无薪公务员的状况，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很仔细的去把从谢宜荣在去年的年初，3月上任之后，
一路的过程，然后包括大家现在讲的这个 AI 的这个智慧救扶的系统，整个的这个计划的过程，全部按照时间轴全部爬梳出来，就是想知道那无性公务员经历了什么。所以不讲别的，当你从无性公务员的角度把他所面对到的事情全部都摆到桌上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几乎所有的人来说，几乎是无意义的。很清楚，这就是职场霸凌。他的工作 loading 非常重嘛。他不止工作 loading， 他的工作 loading 原本就重，但是再加上他被谢荣前分署长交付了一个几乎在那个分署里面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这个不可能完成是包括很多的中阶主管根本就讲不清楚这个所谓的 AI 智能救扶方案，它到底要做什么，大家讲不出需求，所以他只有一直在这里一直绕，但是大家又讲不出来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几乎我们在访谈的这些相关的基层，每个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根本几乎是做不出来的东西。这可以白话的说，这是谢荣想要往上邀功而发想出来的一个奇怪计划吗？其实，因为我们后来看到谢前分署长，他其实是坦白说，如果用白话讲啊，我这边讲白话，他是一个很会向上管理的人。了解。那在这个向上管理里面，他一直觉得说，我要率所有分署之先，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作为一个这个罗东救扶站的亮点。我要拿这个亮点去各种，也许像长官像这样子来去证明看我的能力，或者是我来协助你们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这样亮点思考下面，不断的去挤压我们的基层。对。那尤其无性公务员，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勇于认识，所以所有我们访谈到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他都是觉得他的人，不管是人品、工作能力，甚至心里面的抗压性都是很高的，所以这才让大家更为，我觉得更为伤痛，就是明明他是一个这么好、这么优秀的我们公务体系的这样子的同仁，可是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当然谢荣分署长当然在更大的范围，他的这个对同仁的霸凌的作风，当然也不是只针对无性公务员，他几乎是对整个署一种非常高压式的、辱骂式的，然后再塑造一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北分署的同仁来说，心理的压力都非常非常大，然后甚至造成寒蝉效应。我说这个寒蝉效应，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发现非常关键，因为其实比方说我们任何作为一个主管的人，你有时候会下一些指令，对，那你下的指令可能对，可能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精准，可是你会需要透过你的下属来跟你反映说，其实这个指令好像不一定做得出来，这个指令好像不是全然都是对的，那你会在这个反应过程里面，你会去修正，对。但我说为什么那个寒蝉效应关键在当下面的人都不敢说话的时候，当下面的人都不敢反应的时候，他也会失去了校正的机制，所以一个有问题做不出来的工作跟计划，就会一直压着下面的人做，而没有人敢去跟主管说这个指令可能有问题哦，因为如果你反应，你就会遭到相同的谢前分一阵训斥、辱骂，甚至一个更大的高压，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几乎在北分署里面的状况是，很多这些基层的同仁，甚至最后他是寻求要降调都要逃走。真的降调？公务员降调不容易耶。对，其实假设你要换到别的职位上面的时候，通常平调其实大家都希望是升职嘛。对。其实你发现里面有很高的比例，就连他是降调都要离开。那如果有人申请要降调，而且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这样申请的话，谢荣的长官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吗？对，这当然是我认为这当然是整个在集体管理上面确实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所以
我自己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当然我认为不是只有谢宜容，坦白说，可是谢宜容当然是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塑造了一个这样子非常高压，甚至很多同仁是跟我们说，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职场环境。然后在这个让人窒息的职场环境下，对于这个无性的公务员又再多了一个这个所谓 AI 智能方案。那有些同仁说，这其实有点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在我们调查报告里面，其实我们也呈现了，其实他有无性公务员的同事也让我们说，其实之前他就一定觉得好像这是有可能做不出来。他说那做不出来怎么办？就挨骂。无性公务员跟同事说，如果做不出来，那就自我了断了。对，我有看到调查报告的这句话，那这句话是他是讲真的啊？我认为在那个当下，当然，也许他的同事也不一定，就说到底真或假。哇！可是你从这个话的轨迹，就好像可以推敲最后的状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不会去怪说听到这句话的同事当时怎么想，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要去谈这个问题。可是代表的事情是，从这个 AI 智能方案随着时间越来越紧迫，然后无性公务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我们在我们访谈看到无性公务员很多同事说，他的最后的人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甚至他越来越早到到办公室上班，甚至早到凌晨5点、凌晨4点，我们看到记录都看到这样子的记录，所以你知道，那整个其实这整个状况是，其实。我们当越完整的了解的时候，你是越难过的，你是越难过的。那外界也很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说谢宜容作为一个分署长，是不是有集团包庇、官官相护的现象？所以谢宜容集团周围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圈子吗？巩固了他们的领导方式，巩固了他们的官位吗？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当然是有看到，就是说，当然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些中阶的主管。那中阶的主管他确实也被谢宜容压迫。但有一部分的中阶的主管，他也把这个谢宜容对他的压迫，可能直接转嫁到更基层，让基层去承担。所以。照理来说，一个主管他应该要扛住一些压力，或者是怎么样协助他的下属来完成合理的事情。但有部分的中阶主管，你也看到他中扮演，他既是被谢宜容压迫，可是他也把这个压力转嫁下去。所以如果仔细来看的话，确实这整个系统之所以后来最后发展成这样，也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也包括，其实谢宜容也会在我们的访谈里面，很多同仁都讲到，他其实会不断的去告诉大家，我跟署长的关系如何，我跟部长的关系如何。那这也都让其实会很多同仁他不敢再向上提醒，因为他会觉得我如果在向上做怎么样的提醒、申诉、投诉，很可能。不会有结果，甚至有可能会被追究，甚至会被点名做记号。那这也让整个那个能够校正的机制再更困难。了解。所以谢宜容的确很会向上管理，然后也的确可能有一些人保护了他，包括了他的长官、署长，甚至于他声称的跟部长的关系很好。这是他声称的，对他声称的。那所以这些被压榨的这些基层，被这个霸凌的这些基层，可能也没有办法认为他反应可以往更高层反应，所以连申诉的管道，连这个求援的系统，就是寻求援助的系统，他们都没有。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北分署的基层的员工，他们把很多
的讯息是透过跟媒体爆料的方式。对。那这代表的事情，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什么问题，大家在内部来好好谈。可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必须寻求外部的管道的方式，代表确实他已经对内部的申诉机制不具信心了，或不具信任了，才会是这个状况。对。所以作为一个主管来说啊，你可能不可能只是叫说你不可以去外部爆料，可是重点你必须把一个内部的机制你必须建立起来，让大家有信心才可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我上任第2天，其实我们就到北分署去。那我们其实就提供了我自己部长的专属的信箱跟电话号码。那你收到了几封信？其实蛮多的，但是里面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指控的内容，也有很多是给我们建议的。就是建议怎么样做得更好，提醒我们小心注意什么地方，也有很多。可是我说在这样子的方式里面，其实让大家知道说，第一个这些来的讯息，我们都会好好保护消息的来源。我们不会把你曝光，或者是让你有各种压力，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其实那天我们去北分署，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办公区去讲。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分署的同仁跟我说：“那是不是要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地方？”那我说：“聚集到一个地方，可是那整个署里面几百个人呢。那与其那样，还不如那我们就一个办公区去讲，每个办公区都去讲，都告诉大家我们想怎么做。然后我们会好好保护大家。”那你这样好有诚意，会让这些公务员会觉得，这个部长感觉不是又像以前大拜拜，大家集合一下，念，然后散会。你的态度不错。但是确实现在我必须坦白说，北分署在经历了这些波折之后，他们是很不安的状态。一定的啊，人心一定浮动啊。所以也因为他们其实很不安，所以后来包括我们跟部里面的同仁讨论说，怎么样给他们在一些心理智商上面的支持。那甚至是法律上面的支持。那这些事情都是希望优先的提供给北分署的同仁们。那你接到的这些内部的信件啊，普遍来讲就是部里面的这些压榨基层员工的案例多吗？然后你们一件一件去处理了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它其实很多人反映的是一种比较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可能确实是里面也存在着一些人力结构上面的问题。在这个不健康的人力结构之下，其实这一些压迫性的事情就比较容易会发生嘛，这大家一定可以理解。所以其实很多同仁建议呢，他不一定只是针对个案怎么样子，而是他长期以来他自己观察到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些建议跟提醒也都是我们接下来当然要来面对跟逐步想办法改善的。所以整个部里面，北分署谢宜荣领导的这一个部门当中，外界看到说他的员工流动性极大，有80个人，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流动，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有些人甚至愿意降调，都要离开他。那其他的单位有这么高额的比例要求离开这个单位的吗？坦白说，确实在北分署是特别高，而且是不寻常的高。那所以他的长官叫做署长啊，那所以署长要负一些连带责任啊。署长没有发现，你北分署怪怪的哦，那其他分署怎么都没有这样，所以署长也有责吧？是，署长当然要负督导上面的责任，对。那所以这个署长呢？署长现在其实也被记大过，然后调离现职。所以他也必须负，对，也必须负督导上面的责任。那我等一下再问前部长的问题，我先问谢宜荣，从谢宜荣发展出来的问题，他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曾经去找过国会黄国昌立委这件事情，你们也调查了吗？我说实话，这部分他跟立委的办公室谈了什么，我们其实不清楚。我坦白说不清楚，对，没有问他这一块。没有，我们没有处理到，我们处理的比较是刚才说到是在无薪公务员他为什么轻生，
的这个部分。对，所以你们其实并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谢宜荣有多少援助团体在支撑他，完整的支撑团体，甚至有可能包括立委。我觉得我们当然尽力去拼凑到底这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包括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我想这次也是很清楚去呈现说，它不是只针对无薪公务员，所以也让大家知道，它对整个分属的那个管理的模式是非常有问题的。那这个管理的模式所造成，刚才包括讲寒蝉效应等等等，到底这前因后果的逻辑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尽力的把它给呈现出来，主要是我们就在这里。